录了5个小时，还是挺崩溃的。中间的一些细节有很多也是一些隐藏的彩蛋，不像一个社畜很狗腿的样子。就是他和队长握手，一开始我是画单手，后来我觉得不像一个社畜很狗腿的样子，然后把它改成了这种特别热情的双手。先帮我把那边的文献整理一下。好的，尼尔先生。老年人看远的东西啊，他就会把眼镜放下来。没注意过吗？你对老年人观察太少了。我已经解读出了几个符号。对，因为是老弟儿去临摹的罗塞尔笔记，他又不懂这些字是什么意思，偏旁部首一定要错开，所以说他就会特别丑。在动画反复打磨的过程中，有没有很崩溃的时刻？文字转化成影视作品最难的一点，其实就是代入感。你之前设想好的东西，在最后的实现的过程中没有完全的达成一致的时候，还是挺崩溃的。塑造现实和非凡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时是怎么去做的？现实的世界同样也是停更的整个一个塑造，偏那种低饱和，相对于来说比较陈旧的感觉。非凡领域的设计上面用了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对比很强的一些色彩，去把它和停更的整个一个灰暗的现实世界做了一个巨大的区分。如果观众10年后再回看这部作品，你最希望大家留下什么印象？我们会有一些和诡秘剧情密切相关的元素构成，比如说不可名状的东西，一些很杂乱的线条，或者是眼睛，有很多也是一些隐藏的彩蛋。我也希望就是大家在看诡秘动画的时候，能够慢慢去发现它。音乐和音效设计有哪些考量？其实我们采取了很多西方的一些音乐的采样，把它进行重新的编曲制作，达到一个和我们以前听到的音乐风格上面的一个差异性。包括我们诡秘所有的音效全是实录的，比如说我们在有一集里面，克莱恩他在一片森林里面，画面上面有风在吹，当时的音效老师就是自己开车去山上面，然后蹲在那录了5个小时，就是为了录那个风吹树林的那种叶子声音。